王局啊，最近我们外宣的钱太难挣了，阅兵也没叫咱们，微信也没发红包，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啊。富贵险中求，我在东南亚那边有条路。不好吧，王局，我们再穷也不能卖白面啊。不是，你想啥呢？我的意思，那边榴莲最近熟了，给书记送俩去，他就喜欢吃这口臭的。同志们好。王局，你手机响了。同志们辛苦了。王局，我知道响了，我腿跪麻了，等一下。喂，志安啊，上次军改那个视频夸我夸得不错，别和赵立坚在海边钓鱼了，回来吧。真巧啊，书记，我们刚刚正讨论你喜欢吃臭臭的事呢。啊，你说啥？没事，但是书记，我们回去干什么呀？许家印被我办了，但是他以前弄的那个球队还不错，你也知道朕喜欢足球。明白，书记你放心，这事儿我绝对办好。走吧，收拾东西，总书记让我们去踢球。他应该是懂了吧，我给他调回央视解说足球，也算他没白给我做这么多年外宣，吧唧吧唧臭臭的，真好吃。走了啊，要常回来啊。嗨，忙都忙点好。要找一个连把独裁玩到极致的中共政权都束手无策的难题，中国足球绝对榜上有名。足球号称最简单的运动，22个人抢一个球，但在14亿人口的国度却成了永远的痛，各种痛，会呼吸的痛。每当国家队输球，朋友圈就刷屏14亿人挑不出11个会踢球的，人们都不看好他，而偏偏他也最不争气。2002年我们曾艰难闯入世界杯决赛圈，然后此后20余年再未晋级正赛。国脚范志毅在2013年国足1比5输给泰国青年军后说了一句气话，照这样下去要输越南，再下去要输缅甸，然后就没得输了。在当时那个节点上，这真是一句气话，但全国人民都没想到10年后范大将军的预言在河内成真。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，在大年初一的比赛，中国队以1比3败给从未赢过的越南，让那个新年都显得十分晦气。奇怪的是，中共最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，高铁网络铺满大地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，奥运金牌拿到手软，可在绿茵场上却始终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伊朗、澳大利亚早已是世界杯常客，中国队只能和我们一样当世界杯看客。习近平本人就是个狂热球迷，早在他还是储君的2011年就公开宣称了自己关于足球的3大梦想，希望中国队打进世界杯，举办世界杯，并最终夺得世界杯冠军。结果呢，10几年过去，一切依然如故，国家队依然屡战屡败，世界杯梦遥不可及。强如习近平也拿足球没辙。关于习近平上台前中国足球的历史，很多博主已经讲得很好了，但习上台后的中国足球故事在国内是禁忌，内网没人敢讲，外网又讲得不够近。所以今天我张狗剩就来给大家好好剖析一下，为什么强如独裁者习近平都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问题。习上台后不久，就迫不及待地把足球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2015年3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联合发布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，规格一看就是习近平亲自领导、亲自指挥，足球被正式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。习总书记亲自挂帅，要求各级学校体育课必须开设足球项目，力争到2020年建成2万所足球特色学校、7万块足球场地，培养3000万至5000万青少年球员。远期更野心勃勃，2030年足球特色学校增至5万所，男足跻身亚洲前列。2050年全面建成足球强国，国家队跻身世界前20，并且要举办并夺取世界杯。为什么要把目标定在2050年？那时候习近平都97岁了，不用担心同学们，因为现在科技很先进，习近平活到150岁都不成问题。为配合这一超级工程，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闻风而动，教育部发文把足球列为中小学必修课，很多学校就算学校没场地，也得想方设法找个空地画个球场的样子。各省市纷纷成立足球改革领导小组，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。中央还出台税收减免、信贷支持等一些激励政策，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下场投资足球。举国体制全面加持足球运动，一场全国范围的足球革命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。短短几年间，中国足坛呈现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，校园足球、青训基地、职业联赛改革齐头并进，各地政府抢着表忠心，生怕在足球政绩上落后。同一时间，各路资本更是跑步进场，
把投资足球当成投其所好、刷政治业绩的绝佳舞台。地产大佬许家印的恒大集团首当其冲，早在2010年就砸下1亿元接手广州队，誓言用金钱打造亚洲豪门。大连万达的王健林豪掷5亿个小目标赞助中超，阿里巴巴、苏宁、复星等互联网和实业巨头也纷纷下场。可以说，习上台后的头几年，中国足坛充满了一种膨胀的乐观情绪，举国体制、倾斜资源，加上金钱铺路，许多人憧憬着奇迹在中国发生。大干快上，最快出政绩的手段就只有大撒币。自2010年恒大开启烧钱模式后，中国足球迅速进入金元时代，职业俱乐部投入扶摇直上，烧钱速度令全世界啧舌，中超一下子变成了世界足坛新的淘金圣地。2011年到2017年间，恒大每年都砸下天文数字，引进世界级外援和名帅，意大利银狐里皮、巴西射手穆里奇、阿根廷球星孔卡、巴西国脚保利尼奥等等，一个个大牌云集广州。凭借堆砌的巨星阵容，广州恒大实现中超7连冠，2夺亚冠冠军，风头一时无量。恒大的成功刺激下，其他俱乐部也不甘示弱，军备竞赛愈演愈烈。上海上港豪掷重金购入巴西胡尔克和奥斯卡，2位外援开出的年薪都上亿元人民币，让欧洲豪门都自愧不如。上海申花请来阿根廷野兽特维斯，传闻周薪高达75万美元，一度是世界足坛薪水最高的球员。江苏苏宁请来意大利名帅卡佩罗挂帅，河北华夏引进阿根廷前锋拉维奇。仅2016年1年，中超各队在外援上的开销就高达3亿美元，甚至超过同期的英超。当时世界足坛流传一句玩笑，只有2种人挡不住中超的挖角，一种在巴萨踢球，一种已经在中超了。除了梅西、C 罗这一级别的顶级巨星，几乎没人能拒绝中超开出的天价支票。一时间，金元攻势砸出了一些繁荣，联赛上座率提升，球市火爆。2018年中超联赛总收入达到33.4亿美元，各俱乐部纸面实力空前强大。然而浮华背后隐患重重，靠烧钱买速成并没有提高本土球员水平，国家队成绩依旧不见起色。投资人热衷砸钱买现成的大牌外援，没人愿意10年树木搞青训，本土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愈发严重。王局，书记是叫我们回来当球的吗？你信不信我找人踢你？他肯定是让我回来踢球的啊！总书记还是会心疼人啊，知道踢球赚得多。您这也不会踢球啊，咱咋让书记满意啊？放心，书记的意思就是让我赢球，他估计也压了不少。嘿嘿嘿。中国足球再烂，你跑的也没他们快啊。没事儿，咱有圣旨，体育局和足协我都打好招呼了。都让开，没看见车，真是的。别怕，没事儿，我们就快进门了。犯规犯规，吹啊裁判，车都开上来了。哪犯规了？人家屁股摔了，年纪也大了，坐个特斯拉很合理吧？啊，我给他车胎扎了去。比赛扎车胎，犯规，点球。有点紧张还是？哪个是刹车来着？进球有效，1-0。金元足球的泡沫最后还是破了。要说我党的大砍刀，一砍砍一片。记得我们讲过的2017年让海航倒霉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吗？那次会议定调服务实体经济，防控金融风险，深化金融改革。8月国务院发指导意见，将体育俱乐部、影视娱乐等列入限制类境外投资。于是足协接连出台限投令，规定外援转会费和年薪设上限，超额需缴巨额调节费，限制天价外援引进。国内球员收入也设置帽子，不得再给国脚开天价年薪，联赛名字不让带上企业的名字，贷款也一并收紧。一指令下，中超被按在地上摩擦，各个球队的母公司金流都流不动了，哪有办法去为领袖的足球梦而奋斗？领袖能活150年，他们可能连活过明年都困难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虎落平阳被犬骑。进入2020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犹如尖针刺破了中超泡沫。极端的清零政策下，联赛长期空场，票房归零，赞助商纷纷撤资，那些主要靠房产和线下产业输血的俱乐部更是雪上加霜，投资人自身难保，足球从门面瞬间变包袱。2021年，恒大的广州队资金链断裂，不得不临时拼凑全本地球员阵容，勉强撑完赛季，战绩断崖式下滑。
2022赛季末，曾经的8冠王黯然降级，恒大砸巨资打造的清远世界最大足球学校，也因资金断裂陷入烂尾。昔日豪华校园人去楼空。要知道，2012年恒大兴办足校时，高薪挖走了广东体校和民间青训的大量教练和苗子，搞得原有地方青训网络七零八落，不少体校被迫关门。运动员教练把希望都寄托在恒大这一棵大树上。10年后恒大崩盘，这些教练和学员顿时依靠原先被恒大破坏掉的青训体系，也难以在短期内重建。可以说，恒大留下了2道难以愈合的伤痕。职业层面，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灰飞烟灭；基层层面，本就孱弱的青训塔基塌了一个大坑。2020赛季中超冠军江苏苏宁在夺冠仅3个月后，母公司苏宁集团因财务危机撤资，俱乐部于2021年初突然宣布停止运营，堂堂新科冠军戛然而止。此后，中超球队欠薪解散的事件愈演愈烈。据统计，到2022年已有超过一半的职业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，很多队濒临破产。2022赛季开始前，老牌球队重庆两江因资不抵债退出中超，青岛队因无力经营放弃参赛。从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，到2022年不到5年的时间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就从虚火鼎盛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。这一地鸡毛暴露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体系的极度脆弱。过去几年的繁荣几乎完全建立在服从领袖意志的人为资本泡沫上。当金主们自身难保，俱乐部又缺乏自我造血能力，只能纷纷倒下。面对足球的烂摊子，习近平似乎抱持着一种朴素的信念：我的政策方向是英明的，之所以搞不好，一定是底下有人在捣鬼，有腐败分子，执行层烂透了，所以他寄望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腐扫黑来药到病除。自2022年底起，中国足坛掀起新一轮反腐打黑风暴，剧情之刺激堪比连续剧，一串熟悉的名字接连落马。首先倒下的是前国足主帅李铁，李铁曾是英超留洋名将，退役后本土少壮派教练的代表。2020年出任国家队主帅，却战绩惨淡，带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失败。2021年11月，他在公众视野中突然消失，随后传出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，直到2023年夏天，案件才被披露，李铁犯罪的细节也公布出来。李铁在2015年到2021年间，利用执教职务收受贿赂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，为行贿者在国足上场、俱乐部转会等方面牟利。李铁行贿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逗。2015年11月1日，中甲中超生死战前，李铁执教的河北华夏幸福将对阵深圳宇恒。李铁找到深圳老将李斐，对方一开口就要价600万元，说是要打点队友。李铁一口答应，结果李斐心里有数，深圳队斗志全无，就算不收买也8-9不离十会输。他索性没找其他人，一人私吞了这600万。比赛果然如常进行，河北队2-0赢球，冲超成功。李铁白白当了冤大头，李斐独吞巨款。如果不是这次调查披露，李铁也不知道李斐坑了他这么多钱。李铁之后，足协高层马上就开始地震。2023年初，现任足协主席陈戌源被查，紧接着副主席杜兆才、前秘书长刘毅等相继落网。2024年3月，67岁的陈戌源因受贿超810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有足球沙皇之称的前副主席杜兆才受贿4340万，被判14年。前国足领队刘毅、前裁判办主任黄松、前书记于洪臣等多人也领刑10年以上。与此同时，多家俱乐部涉假球赌球的黑幕被揭开。2024年9月，足协一次性宣布对41家俱乐部、38名球员和5名官员终身禁赛。调查显示，多达120场比赛涉及假球，其中不乏前国脚和当红球员，甚至包括一位曾在中超效力的韩国外援孙准浩。这一波风暴可谓见血封喉，中国足球黑暗腐败的一角就此掀开。但是，这一次反腐真的能带来实质改变吗？翻开过去20-30年历史，中国足球几乎陷入了腐败、整顿、再腐败、再整顿的死循环。早在2009年就搞过一次扫赌打假，裁判、官员成批抓。2012年，足协前2任掌门谢亚龙、南勇各领10年半徒刑。风头一过，新官上任没几年又故态复萌。这次倒下的李铁、陈戌源本是上一轮反腐后上位的新人，结果依然没有跳出前辈的老路。李铁倒下来，接下来李金、李银河、李敏镐都会起来。关键不在换谁，而在怎么管。换汤不换药，汤是人，药是制度。当前的中国足球治理把行政权力、金钱投入和竞技成败拧成一股畸形的链条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负循环。政策失败导致青训人员减少，青训人员减少导致了竞技水平下降，然后观众流失，
合法收入缩水之后，黑金渗透，假球滋生，慢慢公信力更低，更多人弃看。接着收入进一步减少，青训投入更少，接着球员水平继续下降。只要这个循环不打破，每一轮大扫除，充其量只是把包子皮扔了，换一波厨子，不换包子馅，包出来的还是那个包子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归结到一点，是青训塔基的崩塌。众所周知，青少年人才培养始终是足球强国的基石。遗憾的是，尽管西当局大张旗鼓推行校园足球，砸钱办足校，中国足球的人才塔基却依然千疮百孔，甚至出现之前一直说的人才断代。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中国各年龄段在足协正式注册的足球运动员总数可能不足万人，不及日本的一个零头，甚至可能还比不上越南。足球人口金字塔的塔基几乎是空的，又何谈塔尖？为啥没有孩子踢球？究其原因，无非两个层面：踢不起球和踢不了球。先说踢不起球。2015年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把全社会办足球，校园作为足球主阵地定为方向，也就是说，要把主要的财政投入从之前的给体校转成了给常规学校。原先的体校养运动员体系被改变。2020年深化体教融合意见，要求体校与学校协同，公共场馆低收费、免费开放，财政重心更多投向普及与开放。专业化、高强度训练的成本转向家庭，政府把钱花在了普及盘做大，但精英训练体校给的资源不够，专业的足球训练基本只能找外面机构。所以在当下中国，让孩子走专业足球道路，成本之高令普通家庭难以承受。政府让学校普及足球，我们在中国上过学的都知道，学校里那点足球课，多数就是走个形式。不少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，还发明了什么足球操这种诡异的东西。原来的体校模式缩水了，真正想接受专业训练，只能去社会青训俱乐部或私立足校，可学费不是一般的贵。一些中超俱乐部的精英梯队一年收费几十万元，一般工薪家庭根本负担不起。过去在体校体制下踢球基本不要钱，现在倒成了烧钱的奢侈游戏。即使有少部分有钱家长愿意砸重金送孩子学球，多半也是把足球当特长爱好来培养，顺便混圈子镀金，人脉投资罢了。再说踢不了球，就算有心怀足球梦的孩子，也常被升学压力和应试体制逼到放弃。中学阶段课业负担繁重，多数学校和家长都视踢球为不务正业，恨不得连体育课都拿来补课，更别提每天抽空训练了。要走职业足球这条路，几乎等于提前放弃常规升学，对中国家庭来说代价太大。对比之下，欧美不只是能踢，而是把能学制度化，用学校加俱乐部加足协的联动，为青年球员同步安排学业与训练。踢足球的时间和学校学习的时间互不耽误，高等教育提供充足的录取位置，这样欧美很多职业球员大学都可以毕业了，有相对完整的教育。而中国的足球苗子往往初中没念完就被送去体校或者俱乐部，文化教育中断，一旦足球梦碎，最后连张文凭都没有。职业前景的暗淡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中国足球提供的对于中低职业岗位和保障严重不足。以2024赛季为例，中国3级职业联赛仅有52家俱乐部，远低于英格兰足球联赛 EFL 的72家，更不用说欧洲各国庞大的次级联赛体系。薪资与保障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欧洲低级别联赛有明确的最低工资标准，一丙24岁以上球员年薪近3万欧元，加上足联的补贴，球员收入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。反观中国联赛，顶尖球员虽然薪水极高，但是中低层球员收入没有制度性保障，欠薪与俱乐部解散屡见不鲜，让把踢球当成一份稳定工作的确定性大打折扣。这种教育、体育2选1的独木桥模式，加上暗淡的职业前景，自然让家长望而却步。在上述2大核心矛盾之外，社会层面的阻力也加剧了这一困境。学校层面也有难言之隐，在应试教育和行政考核压力下，不少校长对开展真正的校园足球兴趣寥寥。真踢比赛吧，怕学生受伤，怕家长找麻烦，怕影响升学率考核，不让踢吧，上头还有足球进校园的 KPI 考核，于是就搞些花架子敷衍，就有了足球操、颠球比赛糊弄检查，孩子们一年踢不了几场真正的对抗赛。哪怕国家3令5申推广校园足球，基层层面依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独生子女时代的家庭观念和内卷风气，也让青少年远离足球。许多80后、90后的父母只有这一个宝贝，哪里舍得孩子从事对抗激烈、前途未卜的足球运动？过去街头巷尾孩子踢野球的盛况早已绝迹，课业负担和电子游戏占据了一切时间与空间。当年大连、青岛那些足球之城，正是因为满街孩子踢球才群星闪耀。而如今，城市里想找块空地都难，更别提有3、5好友天天约球。大人嫌麻烦，小孩没同伴，中国的草根足球文化几近灭绝。
青训断裂的恶果已经显现。自2005年起，中国国青再未打入世青赛决赛圈，国少队也长期无缘世少赛，本土年轻球员在亚洲赛场竞争力断崖式下滑。留洋欧洲5大联赛的中国球员近年来更是屈指可数，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之前吹起的金元泡沫，让中国头部的球员薪水奇高，没有去欧洲打比赛赚钱的动力。反观日本、韩国，国家队主力大多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，韩国28人在欧洲，日本多达136人，技术水准与欧洲头部球队越来越近。而中国号称一哥的吴磊，也不过在西甲中下游球队踢了3年，饮恨而归。国足最新 FIFA 排名已跌出80名开外。一个14亿人口的体育大国，却凑不出一支像样的国家队，问题出在哪儿？答案很简单，几十年错误政策埋下的雷，如今全炸了。青训崩塌，绝非一日之寒，要扭转更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这需要自上而下的反思，更需要自下而上的重建，让足球回归校园与社区，让孩子有安全宽松的环境去踢球，让普通家庭踢得起球，看得到前途。否则，再大的人口基数，也只是空有其表。有人说，中国足球几乎断代，反倒是一种契机，被逼到悬崖边，说不定才能跳出一条生路。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能等到青训重生的那一天。李专家，您对最近我们足坛新出的特斯拉战神怎么看？我家从曾祖父开始，一家几代专门研究足球。我认为他作为足坛老将，经验丰富，且一手特斯拉驾驶的出神入化，速度和控球比起梅西只强不弱。我不敢苟同，梅西毕竟年轻力壮，30多岁，正值壮年，而我们的王前锋已经年过半百，虽然他经验丰富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年龄。等等，给2个专家的账上打500块。500？现在专家出场费这么便宜？他们卖中药一天才赚50块。今天为了中国足球，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把特斯拉踢球技术献给国家。王前锋同款特斯拉赛博皮卡只要998，现在打电话还送护尾巴骨坐垫。中国向来以善于创造体育奇迹自诩，自举国体制在80年代全力运转以来，我们在奥运赛场平地崛起，金牌榜屡居前列，射击、举重、跳水、乒乓等项目，中国队长期世界统治级强项。2008年北京奥运更是豪取51金，震惊世界，体育强国成了民族自豪的重要符号。然而中国足球却始终扶不起，这背后揭示了独裁体制在解决不同问题上的截然不同的效能。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可以造出原子弹，发射宇宙飞船，可以靠举国选拔体校模式拿下奥运金牌，但就是搞不好11个人的足球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打个形象的比方，造原子弹、搞航天，需要的是少数精英闭门攻关，把全国资源砸给一小撮顶尖人才，在封闭条件下一样能出成果。奥运夺金同样可以靠举国体制集中培养几位天才，每块金牌背后可能是几十上百个少年选苗，几年磨一剑也能出成绩。但足球比赛全世界充分竞争，参与人数与别的体育项目不是一个数量级，更像是一片广袤的农田，必须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孩子日复一日的在球场上奔跑，有无数基层教练、学校、俱乐部长期耕耘，在多级联赛的激烈竞争中淬火，最终才能长成一支强大的国家队。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投入，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自由宽松的环境，让足球文化在民间生根发芽。而恰恰在这些方面，集权体制很难胜任。看看当今世界足坛的格局，越来越凸显体系的决定性作用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，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3支亚洲球队集体晋级16强，而比利时、德国这样的传统劲旅却小组出局。这并非偶然爆冷，而是足球全球化和体系化发展的必然结果。现在踢球拼的是体系的完整和极致，单靠几个球星或什么独门绝技已经无法保证胜利。比赛成败往往取决于整体执行力与细节打磨，而不再是某个天才球员的灵光一现。回溯历史，足球强国的养成大致经历了2个时代。第一阶段是人多加流派时代，大概从1950年到1990年。这段时期，哪个国家拥有庞大的足球人口，就更容易筛选出顶尖球员。若能形成独特的战术流派，就更是如虎添翼。如意大利链式防守，荷兰全攻全守，凭借人海选材加战术秘籍，传统豪强在这一阶段建立优势。第二阶段是体系加同质化时代，也就是21世纪至今。1995年，欧盟出台著名的博斯曼法案，球员合同到期后可自由转会，欧洲足球的人才和资本加速流动，全球战术理念也迅速交流，
各国的技战术风格互相借鉴，很快趋同。在激烈竞争中，一套近乎最优解的现代足球打法逐渐成型。当代足坛从巴萨 Tiki Taka 传控到欧洲主流的高位逼抢、区域控卫，无不体现出这种同质化潮流。足球技术的发展让队伍之间的实力鸿沟被大大缩小。如今，就连总人口不到40万的冰岛，通过全国兴建室内球场、普及高水平持证教练，实现超高的足球参与率和人才质量，也培养出执行力极佳的一批球员，在欧洲杯、世界杯上击败过传统强队。这证明小国也能靠学习融入足球体系逆袭。足球不再是简单的人口比拼，而是体系竞争。反观中国足球，这2个阶段我们都掉了链子，而且掉法各不相同。在第一阶段人多加流派的时代，我们足球人口和场地都严重匮乏，14亿挑不出11个的根源，正是缺乏广泛扎实的青训体系。别说和足球强国比，就连日本、韩国乃至越南这些人口远小于我们的邻国，其青少年足球注册人数和比赛机会都把我们甩出几条街。中国号称体育大国，却连基础的人海战术都无从施展，谈何形成自己的流派打法？到了第2阶段体系加同质化的时代，我们本想奋起直追，却又在职业化链条上遭遇制度性断裂。金元足球泡沫破灭，俱乐部接连欠薪解散，联赛元气大伤，限薪令等政策限制了高水平外援和教练的流入，联赛对抗强度下降。反腐风暴清除了蛀虫，但短期内进一步削弱了联赛活力与吸引力。更致命的是，中国球员留洋数量少，层次低，缺乏从小联赛逐级爬升的通道，与日韩形成结构性差距。日韩球员多数在本国完成基础培养，成年后大批输出欧洲，在顶级联赛2次历练，再反哺国家队，形成良性循环。而中国球员青年阶段训练强度不足，成年后又走不出去，错过了融入全球顶级体系的关键机会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国足在亚洲节节败退。2024年世预赛，日本主场7球血洗国足，把中国队68年的输球底线彻底改写。我当时也在现场，日本队第3球刚进，全场沸腾。我心想，都3球了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有，赶紧去过道买瓶水压压惊。结果水还没拧开，身后又是一阵欢呼，日本队又进了。爸爸，你退钱！王局，那帮球迷又在外面闹呢，说你不应该要比梅西高3倍的工资。他们懂个六啊！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很辛苦的。对了，明天给我买个球，中国踢日本0-5、0-6、0-7，各买300万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反贼了呀，不该买中国赢吗？不是，你傻啊！日本足协那边我又没打招呼，他们肯定不能让我开特斯拉啊！你快忙去吧，你一和我说话，我都忘了钱输到哪儿了。当今足球比拼的已不是天赋或风格之争，而是执行之争。谁能让11个人在90分钟内把统一战术贯彻到极致，谁就立于不败之地。冰岛的成功提供了小国靠体系触顶的范本，日韩的崛起则展现了走出去又走回来所带来的长期红利。而中国若要突围，必须从根本上打通，广泛参与到职业历练到留洋深造，最后学成归国的闭环，才能在同质化竞争中立足。然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总想靠行政手段、大跃进式的措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。长期以来的一个误区，就是喜欢从态度和精神层面找原因，一输球就上纲上线，批球员不爱国不拼命，动辄让他们学习女排精神。事实上，国足球员真的不努力吗？此前足协甚至曾组织男足观看女排夺冠唱国歌流泪的视频，搞所谓爱国主义教育，企图用这种办法激发斗志，结果当然是徒劳。女排和男足成绩天差地别，并不是因为一个更爱国，一个不爱国，而是竞争环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女排的主要对手就那么几支，全球真正重视女排的不到20国，男足要面对的是近200支男足国家队的残酷搏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苛责球员靠爱国激情弥补实力鸿沟，未免本末倒置，甚至有些滑稽。更深层的看，足球是需要自由发挥创造力的运动，而集权文化恰恰压制个性，扼杀创新。绿茵场上瞬息万变，伟大球员往往拥有独特的灵性和想象力，但我们的青训更偏好整齐划一，教练权威至上，球员自小只许服从，不准瞎搞花活。久而久之，球员缺乏主动思考和即兴创造的能力，一到场上局势稍有变化就六神无主。而那些外国球星很多是在街头巷尾的野球场踢出来的，从小练就了千变万化中见招拆招的本事。我们的小球员却多半被圈在集训队里，军事化管理，技术套路化，思维僵化，心理脆弱，这怎么踢？中国体制惯于用纪律性磨掉创造性，然而足球比赛不是阅兵，光靠整齐划一、服从命令是赢不了球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出世界级的体操和跳水冠军，却出不了世界级的足球巨星。两种土壤开不出同样的花。或许有人不服，独裁体制就不擅长足球。那当年的苏联，东德不也拿过欧锦赛亚军、奥运奖牌吗？但别忘了，那些辉煌多半发生在足球尚未全面市场化、全球化的年代。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国足同样一蹶不振。东欧国家虽然也有人才，但难复当年之勇。相反，开放多元的竞争环境更能催生足球强者。二战后，历届世界杯冠军清一色来自民主国家。就算有独裁政府，如1976年至1983年的阿根廷，那也是有足球深厚传统、全民踢球的国家。巴西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阿根廷、西班牙无不依赖深厚的民间足球文化和自由土壤盛产球星。足球属于人民，不属于政府。一个社会越充满活力、自由多元，足球就越欣欣向荣。反之，高压管制之下，足球也难逃僵化衰败的命运。很多人觉得足球嘛，小事一桩，强国要务，千头万绪，习近平日理万机，何必盯着一支球队的输赢不放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，足球绝非孤立的小事，它牵涉教育、文化、治理方式，折射出一个国家运作的深层逻辑。中国足球失败至此，砸钱无用，反腐徒劳，最高领袖的批示都不管用，恰说明了独裁统治的局限。当权力只懂集中控制，而不懂如何培育和赋权于民，它注定解决不了那些需要全民参与才能破解的难题。足球不行是表象，深层原因则是我们的人民从未真正被发动起来，反而被管得手脚发僵，无所适从。这样的体制也许能造出宏伟的高铁、壮观的奥运场馆，但在更复杂微妙的人才培养、产业创新上未必行之有效。中国足球仍在路上跌跌撞撞，也许触底反弹的机会就隐藏在谷底。网友们自嘲，国足都输到这份上了，也就只有进步这一条路了。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，民间城市联赛、草根球场在复苏，一些企业和俱乐部自发兴办青训。今年足协甚至成立了职业联盟 CFL， 将中超、中甲、中乙的运营权下放给俱乐部组成的新独立理事会，试图让俱乐部自治运营，以提升联赛活力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看到一线曙光，但前提仍是体制层面要有所突破，让懂足球的人去踢球，让专业的人去管理，把更多的权力放出来，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，多点世代更替，不要每天想着自己把权力握到150岁，少一点急功近利的瞎折腾，多一些耐心和宽容。对集权体制而言，这几乎等同于自我革命，困难可想而知。足球如此，国家亦然，希望仍在，前路漫漫。足球守护的不仅是球门，也是我们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期盼。足球的春天也许会迟到，但只要还有人在踢、在看、在努力，中国足球就不会完蛋。而当属于中国的进球时刻真的到来之日，也许也是这个国家迎来真正蜕变之时。最后用一句大葱的名言结尾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前2天忙阅兵没注意，听说你俩出名了。虚名而已，我还能不懂你呀，书记？没少压球吧？压个屁啊！让你给我解说足球，你开个特斯拉给我上场了啊！书记，我错了，再给个机会。你没少唠吧？买个破游艇你还走足协的公账，给我上眼药呢？张狗剩，你我想着咱踢足球的就爱吃点海参什么的，肯定游艇需求量大，就让足协组织了个团购。书记，你不是喜欢臭臭的东西吗？我们球一直都踢得臭臭的，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把这俩傻子扔下去喂鱼。这是哪儿啊？ここは日本だよ、バカ者ね。得，又飘回来了。走吧，回去路拍案吧，给我们扔海里，回去喷死他。